俄罗斯观点报周五报道，美国将为在乌克兰的援助行动命名，并任命一名指挥官。如此一来，实际上美国人正在通过代理人战争向乌克兰派遣战争总司令。俄罗斯观点报称，这名美国将军的任务将包括直接领导乌克兰武装部队、协调北约盟国的行动，甚至控制基辅当局的军事行动。报道分析称，从军事角度来看，白宫的这项决定不仅意味着美国将加强对向乌克兰供应的武器使用权的控制，还意味着改变与乌克兰武装部队互动的方式。如果说早些时候美军主要向乌克兰同事提供建议，那么现在他们将接管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管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毫无疑问，拜登已经把总统任期压在了这场战争上。分析强调，这意味着美国将其在乌克兰领土上的行动合法化，而乌克兰注定要扮演伊拉克或阿富汗的角色，并承担随之而来的所有后果。俄罗斯将不得不以最严重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周六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战争是美国大企业捞钱的手段，数十亿美元落入美国公司的腰包，而后以非法方式进入其他国家。梅德韦杰夫还给出俄罗斯使用核武的4大依据，分别是其他国家首先发射核导弹、使用核武、针对极其重要的核武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或者其他威胁国家生存的行为。他指出，这些依据就是指威胁俄罗斯国家生存的敌对行动。俄罗斯国防部周六称，俄军在多地打击了乌军阵地以及弹药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称，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斯拉维扬斯克等6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不过，扎波罗热核电站继续遭到炮击，俄乌双方互相指责为对方所为。俄罗斯国防部周六发布公告称，过去24小时，乌克兰炮兵3次炮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区域，共发射了17枚炮弹，其中4枚击中了一个核燃料储存设施的屋顶，那里存放着168套西屋公司的核燃料组件。有10枚炮弹在存放乏核燃料的干式储存设施附近爆炸，还有3枚在存放新鲜核燃料的建筑物附近爆炸。不过，俄国防部强调，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辐射水平正常，核电站的状况受到监控。俄国防部还表示，有一支俄罗斯特种部队在核电站外围防线驻防，在核电站附近并没有部署重武器。乌克兰国家核能公司同一天则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再次炮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区域，目前正在确定损坏情况。乌克兰政府当天还宣布结束与俄罗斯在核能领域的合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乌克兰最大的核电站，也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专家表示，如果扎波罗热核电站因遭袭而发生爆炸，其危害程度将远超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据《纽约时报》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任命了一个专家团，预计下周前往勘察。专家团共有14人，大部分来自中立国家成员，其中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但专家组中没有英美代表。国际原子能机构拒绝评论这则消息，但证实正就派遣专家进行积极磋商。俄乌战事持续，美西方国家的拱火是重要因素。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美国国防部已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约1.82亿美元的协议，为乌克兰军方生产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预计交付时间为2024年8月。这是美方周三宣布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近30亿美元军事支持的一部分。自去年1月以来，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总额已超过136亿美元。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美国军火商获利越多。俄罗斯方面多次指责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企图延长冲突，实际上是在利用代理人与俄罗斯开战。俄乌冲突仍然焦灼之际，不断拱火趋势的北约又把目光移向了北极。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4首次造访加拿大北极地区，此次造访有何特殊之处？为何斯托尔滕贝格此行多次提及俄罗斯？来看看报道。综合加拿大媒体北约网站消息，斯托尔滕贝格周4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人的陪同下，造访了该国努纳武特地区的剑桥湾，成为首次到访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北约秘书长。两人共同参观了当地的北部预警系统雷达站，这是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加拿大防长阿南德此前曾宣布，未来6年要投入49亿加元，约合人民币258.3亿元，用于升级北美防空系统。据路透社报道，斯托尔滕贝格对加拿大的这项投资表示赞赏。Across the NATO alliance, countries are investing more in ability to secure NATO territory, including
across the Arctic. Canada is stepping up and will continue to step up with our defense investments, including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ORAD, which will include increases in our abilities to detect and indeed deter threats coming across the pole. 对于斯托尔滕贝格在特殊时间点的造访和表态，观察指出，其真实意图可以概括为筑高墙与捂长线。目前对俄罗斯的军事围堵，唯独在北部方向还有相对欠缺。如果能联合加拿大等其他北极国家进行对抗，这个方向的对俄围墙将显著升高。筑高墙的同时，北约还希望能够捂长线，因为目前北极国家的力量还相对较弱。如果可以进行北约式的联盟，或者直接让北极成为北约的北极，其作战行动的威慑能力将大幅提高。为了配合这次出访，斯托尔滕贝格还特别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撰文渲染俄罗斯威胁，称北约想要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是因为俄罗斯导弹或轰炸机通往北美的最短路径将是北极上空，以此作为提升北美防空系统重要性的依据。NATO's new strategic concept identifies Russia's capabilities in the High North as a strategic challenge for the whole alliance. Russia has set up a new Arctic command. It has opened hundreds of new and former Soviet-era Arctic military sites, including airfields and deep-water ports. Russia is also using the region as a testbed for many of its new novel weapon systems. The shortest path to North America for Russian missiles and bombers would be over the North Pole. This makes NORAD's role vital for North America and therefore also for NATO. 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和北约在北极地区组建了远中近、高中低相互组合的防空反导体系，这将会进一步限制俄罗斯的战略打击通道。对俄罗斯而言，之前在北极方面所形成的军事优势，包括隐蔽优势和攻击捷径的优势，将会进一步被削弱。所以，目前在俄乌冲突已满半年的背景之下，美国和北约在北极方向开始重新发力。北约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一个防范和地缘政治的一个遏制，其实在2014年那个乌克兰危机以后就开始了。因为那个时候以后，乌克兰危机以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尤其是和北约组织国家从原来的一个可以沟通、可以合作这么个状况，进入到了一个难以沟通、难以合作状况。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是几乎进入了敌对状况那么，北约国家像美国像英国像德国、法国，包括欧盟，早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北极战略那么，所有这些北极战略，大都是以把俄罗斯作为一个那个既要接触又要防范这么一个对象。值得一提的是，斯托尔滕贝格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及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重要战略意义。When Finland and Sweden joins NATO, 7 out of 8 Arctic nations will be NATO members. 北冰洋50%以上的海岸线为俄罗斯领土，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和能源开采对俄罗斯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在北极理事会的8个成员国中，只有芬兰、瑞典和俄罗斯不是北约成员国。芬兰、瑞典入约将加强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届时俄罗斯将在北冰洋被北约国家包围。北极的一个主要国际组织叫北极理事会，北极理事会本来是在北极地区推进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这么一个组织，现在如果变成这样的格局的话，尤其在当前的背景下，变成一个俄罗斯和整个北约组织在北极进行对峙的这么一个场所。俄罗斯报周五报道，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切夫认为，正在向北极地区进军的北约才是真的威胁了该地区的安全，该地区也并不是北约价值观和利益区域。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早前表示，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正式参与北约的战略规划，北约可能在这些国家的领土部署打击武器，这将改变波罗的海地区和北极地区的安全环境。俄罗斯需要调整保卫领土的防御方案。